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地狱，我是 Nico 啊。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关于你们单身或者说未婚的原因是什么？那么神谕卡又会给到你们怎样的指引呢？那在我们面前有3组牌，从左到右分别是第一组牌、第二组牌、第三组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解读。那么大家在选牌的过程当中，可以在弹幕上打出领取好运，来领取我们的专属好运。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组牌啊。第一组牌，首先我们抽到的这张 relationships 啊，我觉得你们单身的原因可能是你们觉得恋爱或者说结婚太过麻烦和复杂吧，你们不擅长于维系一段长期的关系，或者说你们在关系里边其实是属于那种不喜欢给别人添麻烦，也不喜欢别人给自己添麻烦的人。你们也许是缺少某种耐心，或者说缺乏时间真正的去深入的了解一个人，因为你们会觉得这个时代太过浮躁啊，所有的爱情都变成了快餐式的，来得快去得也快。就是在这个时代当中，你们可能是有一点迷失的，或者说对于爱情的信仰是缺失的，也有可能是你们有这种信仰，你们只不过把它藏起来了，表面上装作不在乎，因为没有开始就不会结束，也不会受到任何的伤害啊。所以说你们内心深处可能弥漫着一种消极又悲观的情绪。第二张牌 trust 啊，我觉得是你们对于亲密关系的这种恐惧吧，来自于你们不信任任何的关系，你们很难全然的把自己的人生托付给另一个人，你们很难把自己的人生寄托在另一个人身上，你们无法全然的信任和接纳，这可能也会和你们封闭的内心有关。我觉得这种信任就是你们无法全然的信任和接纳，这可能会和你们从小的生长环境、原生家庭有关，或者说在你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有关于信任的课题和回忆它是缺失的。所以说你们没有办法全身心的真正意义上的去信任一个人，可能也是你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啊，曾经经历过一些就是曾经的真心付诸东流，没有得到回馈和响应，或者说你们周围的有情人最终没有终成眷属，你们看到了太多的不幸，它会让你们对于亲密关系产生一种本能的悲观的预期，索性就让自己孑然一身，了无牵挂。所以说第三张牌 discipline 啊，它其实是一种自我或者说自律啊，就是你们在亲密关系里边啊，你们有着很强的自我和个性，你们深深的清楚建立一段亲密关系一定是在牺牲自我个性的前提之下去妥协、容忍和包容另一个人，但是你们拥有的这种独立的灵魂又让你们无法完成这种妥协啊。所以我觉得这个 discipline 啊，就是你们的自身的生活它本来就是无比自洽的，你们在自己的生活里边，你们可以把自己照顾得很好，以至于好到不需要另外的一个人来介入你们的生活来照顾你们啊。我觉得你们内心深处可能就是一个人的出现，它意味着是你们要打乱自己的生活节奏，去协调和匹配对方的节奏，一想到这个会让你们觉得有一点痛苦。那么第四张牌 blame 啊，这张牌也是你们自身的话，我觉得在亲密关系里边有着过于强烈的责任感啊。你们的这种责任感啊，其实它是会带给你们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的。而且你们的这种责任感，就是一旦出现问题，总会把问题揽到自己的身上，然后不断的自责，它会让你们在关系当中因为过强的责任感而产生大量的内耗啊。我觉得从这4张牌来看，你们在亲密关系里边都是一个十足的完美主义者。正是因为在亲密关系里边，无论你们还是对方都是不完美的，这种不完美会让你们感到恐惧，甚至是逃避，索性变得孑然一身啊。可能是因为你们在亲密关系里边不是因为害怕看到一个不完美的对方，而是因为害怕看到一个不完美的自己，看到一个失控的自己，看到一个情绪化的自己。你们内在的这种完美主义让你们不接受这样的一个不完美的存在，所以你们索性就不去谈恋爱了，这其实也失去了一个认识自己的机会吧。所以说这张牌啊，神谕卡告诉你们 It is safe for you to love， 你们是安全的，或者说不要因为害怕看到那个不完美的自己就放弃一个人，或者说放弃一段关系，那会让你们错过一个非常好的认识自己的机会。这张牌也是在告诉你们，对于你们来说，恋爱这件事情它是安全的，
它是能够让你们重新接纳自己的。其实接纳一个人也是在变相的接纳自己啊，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所以说我们和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的关系，它其实都是我们和自己关系的一种投射。所以说谈恋爱的过程其实就是在完成一个关于自己的修行。那么第2张牌呢 ，Keep an open mind 啊，就是你们要把自己的视野和格局放得大一点啊，保持一个开放的、乐观的心态。这组牌不是让你们去，一定要让你们去谈恋爱或者结婚啊，它是顺其自然的感觉，就是遇到合适的人就谈，如果没有合适的人出现，你们也同样可以把自己照顾得很好。所以这组牌的答案呢，它也是开放的啊。神谕卡给你们的指引是宽容的，它可以希望你们按照自己的方式度过一生，无论恋爱还是结婚，它都是个人的选择，无关对错和高下。第3张牌 Free Yourself 啊，这张牌其实更像是你们内心当中有某种心结没有放下，你们没有办法随心所欲的去生活。所以说 Free Yourself 其实就是放下你们内心当中的某种执念，或者说它进一步的告诉你们，不要被这个世界里边的某种世俗所绑架。你们在你们的世界里边，你们可以永远明媚，永远自由，你们永远有选择的权利，而这才是真正重要的。其实真正重要的也不是说你们，并不是说你们想谈恋爱或者不想谈恋爱，想结婚或者不想结婚，而是你们什么时候想谈都可以谈，什么时候不想谈也可以不谈，永远把自己内心当中的感受和自我发展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你们不会指望去吸引别人啊，因为这样其实很浅薄啊。你们要吸引的人是你们自己，让你们自己对自己有了热爱，才能够完成一个个孤单又漫长的日子。当你们在自己的世界里边闪闪发光的时候，我觉得自然会有人向你们奔赴而来。所以说最后一张牌 Children 啊，它是你们在经历了很多事情啊，在长途跋涉之后的返璞归真，重新回到原点，变成一个小孩子啊。你们的初心其实是没有变的，只不过周围的人都在慢慢的被腐化，被世俗改变了他们最原本的样子。其实你们还是那个最初的自己，或者说你们会重新找回那个最初的自己。那这个时候你们可能会又去谈一场无比天真的、纯粹的、浪漫的恋爱。所以说这个人他是能够让你们变回小孩子的一个人，能够治愈你们的童年和过往经历的一个人，他能够重新唤起你们身上某种有生命力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你们依然是可以相信爱情的，相信未来有这样的一个人在你们人生的必经之路上等着你们。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2组牌啊。第2组牌的话，首先我们抽到的这张 Freedom 啊，我觉得你们单身的原因可能仅仅是觉得自由对你们来说是更重要的，因为你们会觉得一段关系或者说婚姻对你们来说就是一种无形的束缚和围墙。你们内心当中的这种笃定的安全感不是来自于另一个人，而是来自于你们拥有能够自我掌控的自由，不受到任何的干扰。所以我觉得这组牌的你们呢，其实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清醒的，能够清醒又自由的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边，活在自己的热爱里。那么第2张牌呢是 Loneliness 啊，不是单身选择的你们，而是你们选择的单身啊，就是你们并不是，其实你们是主动单身的，是因为你们选择了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我觉得这组牌的你们是很自我的，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勇敢无畏又自由洒脱。所以说你们是叛逆的，不愿意落到那种世俗的生活当中，可能是尤其会抵触这种传统形式下的婚姻或者说恋爱。它更像是你们对于世俗的那种传统规则的一种无声反抗。而第3张牌是 Service 啊，就是你们可能在亲密关系里面总是会过度的付出，或者说过度的牺牲自己。你们有着一种服务精神，就是往往会牺牲自己在亲密关系当中的体验，去成全别人的感受。这可能也是你们不愿意去谈恋爱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所以说你们的这种服务精神会让你们可能不会在一段关系里边不断的妥协，甚至你们在一段关系里边可能会打破给自己定下的一些规则和底线，你们很害怕这样的一个失控的自己，所以你们有点不太敢开启一段亲密关系啊。那么第4张牌 Doubt 啊，我觉得 Doubt 它是你们内在，因为这组牌的你们其实是很清醒的个体啊。其实你们对于你们
会质疑这种亲密关系或者说婚姻的这种形式，它根本就是不稳定的，你们是有点信心不足的，害怕自己没有能力去经营好一段关系，所以索性不去开启一段关系。那么这个 fear 呢，我觉得你们现在可能没有选择结婚，是因为很害怕、很恐惧那种能够一眼看得到头的生活，你们很害怕被困在某种围墙当中，所以说可能结婚它是你们向世俗妥协的一种方式，而你们现在还不愿意认输。Fear 这张牌呢，我觉得还有一种深层次的恐惧吧，可能就是说你们发自内心的认为在婚姻或者说择偶这件事情上它是需要运气的，那些完美的婚姻，令人羡慕的婚姻，它其实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你们并不认为自己能够拥有这样的一种完美的亲密关系的这种好运，所以说你们在亲密关系的这个课题上，你们的性格底色是有一些忧郁且悲观的。那么这个 indecision 啊，我觉得你们可能 indecision 代表的是优柔寡断啊，可能你们曾经接近于拥有一段完美的亲密关系，但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错过了，在犹豫、彷徨、徘徊和纠结当中错过了一段关系啊，所以说这个 deception 啊，可能是你们在感情当中，过往的感情当中曾经受到过欺骗，甚至是背叛，它让你们失去了对于爱情或者说亲密关系的某种信仰。那么这张 Love Yourself First 神谕卡告诉你们呢，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我觉得这组牌的话，你们现在还在学习如何去爱自己，然后你们才能够去爱另外的一个人。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首先要先获得你们自身人格的发展，激发你们本能当中拥有的，然后不断的朝着一个更完善的方向发展自己，然后你的改变会改变你的外在关系，接着你所期待的美好才能够变成自然而然结成的果实。那么第三张牌呢是 Heart to Heart Conversations 啊，我觉得这张牌呢就是可能和一个人的对话能够让你们释然，就是你们要找到这个人，可能这个人他是带给你们执念的一个人，你们必须要和他对话才能够从过去的某种执念当中释怀，或者说这个人这个 conversations 的个体啊，对话的这样的一个对象，他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他能够帮助你们解决你们内心当中的这种困惑。更重要的是，这张牌它也暗示着你们在亲密关系当中是需要学习的，如何去沟通。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们在亲密关系里边要学会如何去表达自己的感受，用一种正确的方式。对于亲密关系的恐惧，并不是你们回避亲密关系的原因，正是因为这样，才证明你们可以在这件事情上做得更好，变得更好。所以 Retreat 这张牌呢，我觉得这组牌呢，它留下了一个非常开放的答案吧，就是你们可以拥有在爱情上前进1尺的勇气，但是你们同样也可以拥有后退1寸的从容。这个从容其实就是你们在现实当中永远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觉得你们唯一不用害怕失去的人就是你们自己，所以说活出真实的自我，而爱你们的人自然会爱你们。所以这组牌如果你们现在还没有做好准备的话，那未来当你们重新找到了某种勇气和力量再次出发的时候啊，我觉得你们会在一段真正的亲密关系里边找到那个真正的自我的。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三组牌啊。第三组牌首先我们抽到的这张 Judgment 啊，这个 Judgment 的审判的话，我觉得这组牌不是你们不恋爱吧，或者说也不是你们不结婚，而是因为你们的感情之路它是一波三折的。因为审判的话，我觉得可能你们总是会爱上没结果的人，或者说一段关系和感情往往有始无终，又或者说一段相爱相杀的关系分分合合，就是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而且第二张牌 Forgiveness 啊，这张牌啊，我觉得你们可能内心深处吧，在你们的感情当中有着某种无法言说的伤痛，或者说存在着某个禁忌之地。
在那个地方有着你们身上一部分的成长的印记和回忆，但是你们迟迟没有办法从那段回忆和过去当中走出来，因为内心深处的某种执念，你们可能会选择放逐自己的灵魂，或者说感觉自己已经没有办法放下任何人了，内心深处只剩下一片虚无啊。所以说我觉得这组牌真正重要的是你们能够再一次的找到那种重新出发的力量。Honesty 呢，我觉得你们需要诚实的去面对自己啊，面对自己的本心，认清自己。尤其在感情里边，你们不能对自己撒谎，因为你们必须要看清楚你们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你们要做出一个选择，是留在过去，还是勇敢的走向未来，拥抱未来。Honesty 我觉得在感情里边的话，可能也是你们在一段关系里边曾经欺骗自己，没有面对最真实的自己，就是明知道一段关系可能它会有一个很糟糕的结局，但是你们没有面对那些问题，导致你们在一段关系里边可能在逃避吧，或者说没有办法走出那个令你们感到痛苦的漩涡。我觉得 Honest 这张牌其实是你们需要诚实的面对自己内心当中的感受，才能够逃离那个痛苦之地啊。Imagination 呢，你们可能一直都活在自己的回忆和想象当中吧，或者说你在你们的这个世界里边有这么一个完美的人，他更像是一个，他可能是从某个具体的人当中提炼出来的，但是这个完美的人呢，他活在你们的想象当中，你们的回忆当中，他是抽象的，不真实的，他没有办法走入到现实世界当中啊。所以我觉得这组牌可能，如果你们要重新找到某种出发的力量，那你们必须要回到具体的生活当中，爱具体的人，而不是爱抽象的人。你们要拥有一种具体的爱，而不是抽象的爱，它是一种和真实世界里边的人建立联系的能力。所以我觉得这张牌可能是在向你们传达，要回归到现实生活当中，你们才能够感受到那种真切的美好和爱啊！不要活在自己的想象当中，要去锻炼一种和具体的人建立具体关系的能力。然后这个 acceptance 呢，我觉得这组牌的你们可能还不足够接纳自己吧，因为你们可能在内心当中会有一点幼稚的想法，就是你们好像只有变成了一个完美的自己，你们才能够拥有完美的爱情。你们会觉得这个亲密关系会和自己的价值是否优秀相挂钩，就是之所以你们没有谈恋爱或者说没有结婚，是因为你们还没有变成那个想象当中的自己，你们还不够优秀，不够完美，你们觉得你们配不上那种你们所期待的爱情，所以说你们宁愿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但是呢，我觉得真正好的感情呢，它一定是在实时的更新和成长的。这个爱情，它不是一个结果，它是一个过程，是两个人变成完美的彼此的一个过程。这个完美作为目的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变得完美的过程当中，你在实现它的过程当中，生命本来就是一场伟大的体验。所以不要总是盯着完美的那个结果，你们要去找一个人和他一起变完美，一起去创造那些宝贵的人生经历和体验，这才是你们应该做的吧。我觉得 Pride 这张牌呢，它是你们身上的一种骄傲吧。我觉得就是你们的身上有一种既自卑又骄傲的感觉，它是混杂在一起的。你们的自卑源自于你们不够接纳自己，总觉得自己不够优秀，或者说不够完美，但是你们的骄傲呢，又让你们不愿意随波逐流，你们一直都在坚守着自己的底线，宁缺毋滥。所以我觉得它需要你们在两种感情当中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你们才能够再一次投入到亲密关系当中。那我们抽到的这张牌 Stay optimistic about your love life 啊，请对你们的爱情保持乐观啊。如果你们对感情悲观，那是因为你们有远见，看到了未来。但是乐观，我觉得它更像是一种智慧，它甚至是一种难得糊涂的智慧，它是一种看清了生活和爱情的本质和真相之后，依然去选择拥抱它的一种智慧。
所以说 engagement 啊，我觉得你们可能和这个世界现在有一种疏离感，或者说你们没有办法再一次的投入到一段关系里边，是因为你们正在把自己从这个世界里边抽离出来，把自己慢慢的变成了一个局外人。所以我觉得可能 engagement 呢，它就是你们会经历一个先出世再入世的过程，重拾某种勇气和力量之后，选择再一次的相信爱情。与其说是相信爱情，不如说是相信自己啊。成年人的信任、爱和亲密关系的基础，其实不是盲目乐观的认为你永远不会伤害我，而是不管你如何对待我，我都信任我自己。所以我觉得这种相信的力量，其实它是你们对自我的一种笃定吧。Romantic feelings 呢，就是我相信你们，就这组牌神谕卡告诉你们，你们会再一次的感受到这种浪漫的爱情带给你们的美好。那么 unrequited love 呢，我觉得你们可能就是在人生成长的过程当中曾经深爱过一个人，而且这种感情它是不动声色的，它是以一种暗恋的形式存在的。可能你们喜欢一个人就是这样的方式吧，默默的、内敛的、安静的，不着痕迹又不动声色的。但是我觉得可能你们最后找到的那个人呢，他和你们刚好是相反的。他对于爱的表达是大胆的、热烈的、真诚的，他是一个活在阳光下、活在坦荡、真诚和不羞愧当中的人。就是你们一定会被这样的一个如此拥有热烈情感的人所治愈，像太阳一般的人所治愈，他会让你们重新接纳这个世界，接纳你们自己。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